靓女，我爱你，爱你爱你爱你，我爱你靓。筋斗云，站住！这首歌不是应该唱“靓仔靓仔我爱你”吗？是啊，那你怎么会唱成“靓女靓女我爱你”？因为我是男生嘛。你想要示爱吗？在筹备当中。你跟谁啊？乌龟快，行不行啊？行。那为什么乌龟快很像我的情况？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这样行不行？行，你说巧合就巧合喽。但是如果人家问我说，是我像乌龟快呢，还是乌龟快像我，那怎么办？一样啦。不一样了。如果乌龟快的话，就不会像我一样捏你鼻子，也不会摸你的耳朵，更不会牵你的小手。时间了，整间屋子都没人整理，还要他来打扫。哎呀，糟了！我要快点才行啊！要是哪吒回来，被他看见就糟了。如果哪吒回去看到整间屋子这么干净，会不会很惊讶啊？如果让他知道是我帮他的话，那他会不会很感激我呢？但是我要怎么开口跟他说我是他的守护女神呢？要很自然。有事啊？不是啦，我之前跟他借了一本书，现在想还给他。你看什么？哈哈，原来你就是我的守护女神啊！什么啊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我的女神告诉我，只要谁能够背出这首诗，那个人就是她的化身，叫我主动去接近她，亲近她，同时，她会带给我温暖还有快乐。我一直在找，一直在找，原来就是你。 紫薇妹，你愿不愿意守护我，同时带给我温暖和快乐？我愿意。紫薇妹，哪吒哥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昨夜星辰，昨夜风，
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这么干净，还说是什么苦差事，有什么好做的？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文曲星，怎么你也连这首诗也会背啊？我会背这首诗有什么稀奇？哎，哪吒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李天王要我告诉你，以后天庭图书馆的清洁工作就由你来负责。啊？怎么连梦也要整我呢？还说会背这首诗的人会带给我温暖和快乐。哼，太无聊了！下次谁再背这种诗，我一拳打死他！王母杯每一届都是我赢，无论如何，这次我绝对不能输。放心吧，武大人，有我们4个人在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威胁到武大人您啊。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。如果武大人是担心那只臭猴子，我们可以去他的马房里做点手脚。不行不行，比赛就快到了，如果乌龟快出了什么事的话，到时候王母娘娘一定会怀疑，我只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更何况，乌龟快也不是我那匹黑马的对手，我看，到时候我势必会在终点等他。既然武大人这么有信心的话，我们一定全力支持。如果到时候真的发生什么问题，大人，您放心，我们也一定有办法解决。要参加王母百年纪念碑，是啊，用乌龟快啊！是啊。哎，天庭有什么好东西给他吃啊？哎，泰山老君那边啊，有一些不错的药哦。哎，我担心这匹短腿马虚不受补。如果说到滋润滋补，天然至上，哎，王母娘娘的蟠桃不错哦。是啊，蟠桃大宴6000年才一次，吃了蟠桃，弱者变强，强者变更强，更强变超级强，超级强的变超级无敌强强强，强到掉渣。娘娘吩咐，蟠桃3000年开花，3000年结果，所以啊是很珍贵的，只有高阶的神仙才能食用。就算今年大丰收，多留下了6100个，也不可以多摘哦。我听娘娘说，总共请500个神仙，5个人分一个，100个就够了。是101个才对。为什么？还要加上一个娘娘啊。哦，那不就剩下5999个了吗？哎，娘娘每年都要吃一个蟠桃，那吃到明年差不多啊。娘娘真自私。哎，好东西当然要留给自己了。娘娘的皮肤之所以可以这么光滑，一条皱纹都没有，就是靠这个啊。大笨象会跳舞，小猴子会上树，狐狸会翻跟斗。嘿，山猪山豹山羊，山中有只老羊，看见老孙在发呆。嘿，不要说我不通知你啊。小心那个长舌妇啊，被他发现就麻烦了。哪个长舌妇啊？头上有只蝴蝶，眼大大，嘴大大，声大大，一看就知道它不好惹，就是那个。你干嘛那么怕他？不是怕他，是好男不跟女斗。不要说这么多了，这边都已经摘完了，我们过去那边摘。好好哎，我们过去那边摘了。好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光了。王母娘娘啊，也算自私了。一定是尖嘴猴腮，长得很丑啊。你见过王母娘娘啊？没有，我猜的。通常小气鬼都是这样，可恶到掉渣。哎，干活了。要摘多少？啊，这个蟠桃啊，3000年才开一次花，3000年才结一次果，那么珍贵，你可不要太贪心了。饱到掉渣哟！谁说3000年结一次花，3000年结一次果？不要太贪心。不过看呐，
是你最贪心了。摘一个蟠桃是摘，摘一个圆的蟠桃也是摘，干脆把整个蟠桃园的蟠桃摘下来。大哥，你就老实说，你到底摘了几个蟠桃啊？不多，5999个。啊，这么说来，我们到底吃了几个？不多，每人500个。啊，每人500个蟠桃，1个时辰之内吃完。我想我下辈子都不用再吃水果了。哎，那乌龟快吃了多少个啊？不多，2000个。乌龟快吃了2000个，我们加起来吃了1500个，2000加1500加500，这么说还剩下2499个。没有剩下的，啊？剩下的2499个我都榨成汁给乌龟快洗澡了。啊！赚到了！吃完蟠桃果，喝完蟠桃汁，洗完蟠桃澡，那这一次赢定了！齐天大圣万岁！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哎，直接讲好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我，请问茅厕在哪里？哦，茅厕啊，那个前面直走到底左转，看到一堆的草，那里就是茅厕啦。嗯，哦，这么面熟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什么都不敢说，哎呦，真是糗死了！不行，我要再试一次。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果然是首好诗，工整又押韵，赢得好，赢得好。怎么会是你啊？为什么不是我？我是马夫丹在这里。但是刚刚在这里的不是你啊。但是乌龟快出场啦，我是马夫丹要过来帮忙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听到你非常附庸风雅的在吟诗，吟得不错。喏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就知道我有很深厚而扎实的文学修养。一起吟吧。赢你个头啦！我的头有什么好赢的？冠军骑士比赛了。你这么大声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再唱了！我在。
看什么？不认识他？他的名字叫乌龟快，我的名字叫孙悟空。你以为比我高就了不起了？各位神仙同僚，被誉为赛马界最高的荣誉——王母杯赛马赛即将开始。现在所有参赛人员已经各就各位，比赛可以说是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大家准备啦！3、2、1。哇！比赛终于开始，一开始带头的马就是大热门黑马，跟在后面的是快骑、马辉、马薇薇和大块头。哎，乌龟快跑到最后，不过不要紧，这是他战术之一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啊，带头的依然是黑马，黑马的走势非常的凌厉，四大天王紧追在后。哎，四大天王一直回头看什么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跑到最后的依然是乌龟快，但是不要紧，这铁定是他的战术。现在再来看看黑马，黑马越跑越快，这时候黑马使出他的绝招了，涡轮增压，跟在后面的几匹马却能栽了个大跟斗，增压马翻。吴九星这一招涡轮增压果然有效，比赛的马匹陆续的摔倒，出了一匹就是我大哥骑的乌龟快。乌龟快以他无比的毅力，一直盯着黑马，紧追不舍。哇，追呀追呀，越追越近。好，再来看看吴曲星这边，哇，吴曲星好像开始冒冷汗了，黑马也一起冒冷汗，看起来他们非常紧张。再看看后面，哇，乌龟快果然一头赶上了，越追越快。突然间，在这个时候，乌龟快咻的一声，像一只箭一样飞了出去，越追越近，越追越近。大家看看吴曲星，他开始紧张了，有点后继无力了。乌龟快跑得快，乌龟快跑得快！哇，这时候乌龟快已经追到黑马的屁股了。哇，不是，是紧靠着黑马的屁股。哇，现在超过他的屁股了。乌龟快跑得快，乌龟快跑得快！哇，追过黑马的头了。这是比赛冠军，就是乌龟快，大哥恭喜啦！好，我要去现场颁奖了。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哎，孙悟空一阵风。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哎！丢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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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到掉渣！嘿嘿！孙悟空一阵风，恭喜你大哥！小兵！恭喜恭喜啊！看你骑马的英姿啊，我就知道这次的冠军一定是你大哥，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喽！我还得了个消息啊，就是王母娘娘要亲自颁奖给你，大哥。哇！我终于有机会见到王母娘娘，还不去？乌龟快跑得快，孙悟空一阵风。啥？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爹像发疯一样到处找你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先帮我把乌龟快牵回去，我去主持颁奖典礼了。谢谢你啊！好，爸爸，交给我就好了。无数英雄尽折腰，观看今朝。各位神仙，100年纪念碑冠军骑师，我大哥孙悟空。大哥，你真是棒的！掉渣！别把那个龙给动啊！哎，大娘你在这里啊？哇，你今天真是美到掉渣哎，头上还插了几枝花。对了，王母娘娘呢？王母娘娘在哪儿？众仙家，你们告诉她，王母娘娘在哪儿？参见王母娘娘。王大娘就是王母娘娘。王大娘、王母娘娘，只不过是一个名称罢了。大娘今天真的好高兴，你表现得很好，你表现出勇气、公平。你今天得这个奖，受之无愧。还有啊，这一次是100年一度的盛事，冠军除了可以得到奖杯之外，我还答应那个冠军骑师可以实现他一个愿望。悟空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要与天比齐，像天一样高，要做齐天大圣。我都记得，我一直很看好你。我准备了一套衣服，齐天大圣战袍送给你。这套衣服是我亲手做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呢？
齐天大圣。启禀娘娘，蟠桃园里的蟠桃全被人偷走了。什么人做的？不知道，只留下一根毛。连我的蟠桃也敢偷？吴曲行，微臣在。既然凶手已经留下线索，你立刻替我检查所有有毛的神仙，看看这根毛到底是什么人的。遵旨。怎么办，大哥？关于那根毛啊，整个天庭有毛的神仙没有几个。你的毛又漂亮又光滑，想了给哮天犬都不行。哎呀，悟空，你想想办法嘛！要是被发现的话，一定会无法分尸，一定致死哎！悟空，你快点想想办法嘛！你千万不能够出事。一定有办法。我有办法，走。哎呀，能去哪里啊？这也是天庭，能到哪里去啊？对吗？悔改之心呐！哎，玉帝，你就再多给他一次机会好了。哎，他偷吃了你的蟠桃。哎，行啦，我知道悟空是什么样的人。虽然呢，悟空他处事的经验不够，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次贸贸然去偷蟠桃，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。我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反正他犯了错，我就要惩罚他。惩罚他把那些蟠桃树再种回去好了，怎么样啊，玉帝？玉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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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帝呀！玉帝呀！玉帝！好，玉帝！玉帝呀！玉帝！好啦，不要再玉帝了。既然王母娘娘带你求情，我就听她的，照她说的去做。你吃了多少个蟠桃，你就给我种多少个蟠桃树。哇，那不是要种5999棵？就算599999棵，悟空也种，因为我错。你呀，你给我记住，在天庭上所有的花果，一定要用你的爱心、你的汗水种出来才会开花结果，绝对不可以用你的法术，知不知道？收到。这一次啊，所有的事都是悟空一手造成，悟空会用自己的双手弥补一切的过错。阿弥陀佛。姐姐，悟空呢？悟空怎么样了？你就只知道关心那只死猴子，他已经没救了啦。他真的被处死了？不是啦，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他只不过被玉帝罚到蟠桃园，帮王母娘娘种回那5999棵蟠桃树而已。这样就好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还敢去找他？
他现在是戴罪之身，如果被玉帝知道你去找他，你就惨了。谁认识那只死猴子，谁就倒霉。就拿哪吒来说，他现在不知道有多惨。哪吒，他现在怎么了？哪吒还不就是因为孙悟空那只死猴子，才会被他爹关进玲珑宝塔里面烧，烧完之后还罚他去太乙真人府里面做苦工呢。真的有这种事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这只死猴子、烂猴子、臭猴子，为什么你每次都非要针对他呢？我又不是针对他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悟空这个人的本性其实不坏，你跟他相处过后就会知道了。还跟他相处？我光听到他的名字啊，就倒霉300年；认识他就要倒霉3000年。如果真的要跟他相处，不知道要倒霉多久呢。不要再提那只猴子了，姐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姐妹俩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我一定帮。可不可以把你的紫蓝天衣借给我？你要做什么啊？没有啊，我想把紫蓝天衣借给哪吒。如果下次他再被他爹用火烧，不会伤得太严重。要我借你，这没有问题。可是你跟哪吒又不熟，而且他那个人又很倔强，你无缘无故把东西借他，要怎么跟他说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过我真的觉得他好可怜，想要帮他的忙。你走来走去干什么？过来吃莲子羹啊！哎，我不吃了，好饱啊！对了，你赶快吃啊！哎呀，这么烫怎么吃嘛？哪里烫啊？烫才好喝嘛，暖胃呀！快喝！啊好。哎呀，烫得我舌头都麻了，还是凉点再喝。只要你高兴就好。哎，对了。太白金星啊，正在等你，有事情要商量哦。真的？你记住，谈正经事啊，要慢慢的谈，要仔细的聊，可千万不要急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急，不要老想着赶回来啊！记住啊，慢慢聊啊。知道了。不知道搞什么鬼。搞错啊！王母娘娘你也敢喷？对不起啊，王母娘娘，参见王母娘娘。为什么不叫我大娘啊？大娘，悟空不敢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王母娘娘。如果我知道这些蟠桃是你的，我一定不会偷。悟空啊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就算这些蟠桃不是我的，你也不应该偷的。你是不是真的不晓得自己做错事了？我知道。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用爱心。好好的去种那5999棵蟠桃树，你放心，王母娘娘。这样子才乖嘛。还有啊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我王母娘娘了，还是叫我大娘。不行，悟空不敢。你不知道吗？我老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了。你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娘吗？你不知道，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娘了。当然有了。别把那个龙得懂啊！大娘，看看你种的怎么样了？装模作样博取同情，猴子靠得住啊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？要不是你的话，哪吒又怎么会被他爹处罚？真是害人精！错，我错，错到掉渣，我错。悟空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是怎么照顾这些蟠桃树啊？你说要用爱心来照顾天庭的花花草草啊，所以啊，我就早浇一次水，晚浇一次水，白天跟他聊天，晚上唱歌给他听，这样够有爱心了吧？太多爱心了，你知不知道蟠桃树啊，非常的怕水，非常敏感，多一点水，少一点水都不行，一碗水可以浇30棵树啊！啊，那还能不能补救啊？有，把它们擦干。怎么擦？刚刚你怎么帮娘擦干的？就这样擦了。一颗一颗擦呀。一颗一颗擦。
一颗一颗擦，一颗一颗擦，一颗快快擦。一颗我擦擦，你赶快把它擦干净吧你。哦，这么多话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啊？见过鬼还不害怕吗？哇，这么晚才来，我还以为你们今天不来了呢。哇，很好嘛，每一颗都长得又高又大。是啊，每一颗都长高了，就我没长高。我多浇点水，会不会快点长高啊？你怎么老有那么多废话说呀？我带了一些莲子羹来给你喝，赶快趁热啊！王母每天来看你，我也要每天来看你，现在已经变成例行公事了，讨厌。对了，我每天都躲在这里种树，很久没有见到哪吒了，他怎么样？还不都是托你的福，现在哪吒去做苦工了。唉，这根本就不关他的事嘛，把我一个人就好了。你知道就好。其实呢，年轻人吃点苦是一件好事，只要你肯改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用的神仙，为天庭、为百姓服务。我第一个为大娘服务。当然好啊。紫薇啊，赶快拿莲子羹给悟空喝啊。哦，大娘，我犯了滔天大罪，你还对我那么好啊？谁人无过嘛，知错能改啊。莲子羹可以清喉润肺，如果喜欢就多喝2碗。我的肺已经很强喽，不过还是谢谢。快喝。哇，好香啊！怎么样？下次多煮点行不行啊？行，下次多煮一点啊，紫薇。我再多吃1碗行不行啊？行，再舀1碗出来放凉，紫薇。啊，哎，2碗行不行啊？1碗给你喝。行，2碗呢，紫薇。啊，这么大派头，你以为我是来伺候你的？你等着调好了。你喝啊！既然这么喜欢喝，你喝啊！我看你怎么样放得下死人。这样教好像还不够彻底。看着5999棵蟠桃树茁壮成长，就好像看着我的猴子猴孙长大成猴，那种感觉真是好到掉渣。看着一段感情从一张白纸到画上一条7色彩虹，这种感觉真的是浪漫的掉渣。可惜要等6000年才能等到它们结果啊。我想我们不需要等到6000年才会有结果。你说什么？那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蟠桃树啊。大哥，这次真是逼八个拢地懂。怎么了？我看你以后不要说掉渣这2个字。怎么了？因为这次连渣都没有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不知道是谁把我们那5999棵蟠桃树挖了出来。大哥，你到底得罪什么人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看来，朕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玉帝何出此言呢？当年，妖猴孙悟空修炼成精，盘踞花果山，大伤龙王。太郎星说要抓他回来治罪，但是当时我一时心软，结果叫他到天庭来当官，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唉，连蟠桃宴都开不成了，真是养虎为患啊！话也不能这么说嘛，这其实呢是上天有好生之德。这孙悟空啊，他的本性也不坏，只不过是顽皮了一点。但是我相信，经过这次的教训，以后他绝对不会再这样了。其实这一次，你也要负部分的责任了。我要负什么责任呢？本来朕想困住这只妖猴，困个1000多年，让他改自己的个性。但是你在众仙家面前替他求情，这朕又怎么能不给你一点面子呢？所以就闹出这么大的事情啊！玉帝，你放心好了，孙悟空他真的改了很多了，他现在真的很用心的照顾蟠桃树，我常常都去。哎呀，就是因为你常常的去那个地方，
你知不知道，你的身份是娘娘啊？她只是一只猴子，怎么可以常常的混在一起呢？我是说，我常常去找守蟠桃园的那些小仙女，看看她工作的情况而已。她就是因为知道你疼她，所以才敢这么放肆。对付这种畜生啊，要疾言厉色，不可以像我上次那么心软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不是说要去听曲吗？是不是取消了？是啊，取消了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赶着去赏花啊。我跟紫薇约好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王母不知道为什么要对那只死猴子这么好，少喝一点汤而已嘛，又不会死。走到一半还要回来帮他拿汤。紫薇仙子，参见玉帝。你不是跟王母在一起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没有，王母要去听曲，我怕吵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，待会儿再过去接她。混账！大胆紫薇，竟然在这胡言乱语！没有啊，玉帝，我不敢。王母娘娘刚才还在跟朕说话，听曲会已经取消了，她到底去哪里了？你鬼鬼祟祟，是不是犯了天条？是不是要我好好审问你，你才可以说话？没有，玉帝，我真的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王母其实去了蟠桃园，她要我回来拿汤给孙悟空喝。玉皇大帝，孙悟空来了，不知找我有什么事？大胆妖猴，可知有罪？有罪？我什么地方得罪玉帝了？为什么无缘无故说我有罪啊？打伤仙女，偷吃蟠桃，这2条罪就已经是死罪。你竟敢说自己没罪？已经判过了。玉帝判我到蟠桃园种蟠桃树，哪有像这个样子的？一罪不是不二判的吗？朕收到其他仙家的投诉，说你在蟠桃园疏于职守，害得蟠桃树都死光了。有没有这回事，孙悟空？确有此事，不过不关我的事。孙悟空对天发誓，我已经尽心尽力在照顾那些蟠桃树，可是不知道哪个混球把他们全部给弄死了，还请玉帝冥鉴。竟敢狡辩！跪下！我又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跪下？你敢抗旨？我不是抗旨，我也想把真凶找出来。玉帝，你不要那么糊涂啊！还敢说我糊涂？加上你抗旨，这2条罪已经有的你受了，再加上疏于职守，总共3条。朕现在判你每条罪坐1000年的牢，分期执行，也就是说，总共要坐3000年的牢。你是玉皇大帝，不是整人大帝，有没有搞错？再加1条，侮辱凌霄殿，也就是侮辱我玉皇大帝，再加500年，总共坐3500年的牢。话都是你说的，关起门来随便乱判，居然还敢狡辩你！玉